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們今天來聊一個在 AI 領域，很多人可能都看錯重點的關鍵議題。當所有人的目光都還聚焦在 GPU 有多強、算力有多猛的時候，一個更底層、更根本的瓶頸，其實已經悄悄地卡在那裡了。沒錯 ，AI 發展的瓶頸不完全是算力問題。當然了，在訓練模型那個階段，我們確實需要燒掉海量的 GPU 資源，但那只是故事的上半場。當模型訓練完，真正要進入到應用，也就是所謂的推論階段時，你會發現真正的挑戰來自一個我們過去可能有點輕忽的地方。這個瓶頸就是記憶體。講得更精確一點，是整個 AI 系統它記憶跟尋找資訊的能力。你想想看，一個再聰明的模型，如果它的知識庫是舊的，或者它找不到解決問題需要的那些關鍵資料，那它的價值是不是就大打折扣了？所以今天我們要來拆解的核心，就是這個正在默默決定 AI 應用規模跟成本的記憶體大難題。好，那接下來的分析，我們會按照這幾個步驟來走。首先，我們會先定義清楚這個 AI 的新瓶頸到底是什麼，接着會深入去談目前業界最主流的解決方案 RAG 以及它所帶來的新挑戰。再來，我們會看到這個挑戰是怎麼一頭撞上一堵叫做 DRAM 的物理高牆。然後重點來了，我們會介紹一個叫 AZA-IQ 的突破性架構，看它是怎麼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最後，我們會用實際的數據來驗證它的效能跟影響力，然後總結一下這對 AI 時代的儲存到底意味着什麼。OK， 我們正式進入第一部分 ，AI 新的記憶體瓶頸。過去幾年，整個產業的話題都繞着訓練在轉，對吧？比誰的數據多，誰的 GPU 強，誰能砸錢做出更大的模型。但現在戰場已經轉移了，重點不再只是把模型生出來，而是你怎麼樣有效率地用它來解決真實世界的商業問題。而就是在這個應用的環節，記憶體的限制才真的完完全全地暴露出來。我們都知道，大型語言模型 LLM 雖然很會說話，但它天生就有兩個致命的缺陷。第一，它的知識是過時的，因為它的資訊就只停在訓練資料的那個時間點。第二，它碰不到公司內部的那些私有、敏感的資料。這兩個缺陷加起來，就導致了我們常聽到的 AI 幻覺。白話講就是模型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因為它不知道或者它不能說。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業界就發展出了一套標準技術，叫做 RAG 檢索增強生成。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場開書考試。我們不再要求 LLM 單靠自己腦袋裡的記憶來回答問題，而是在回答之前，先讓它去翻書。這個書就是一個外部的、可以隨時更新的知識庫。透過這個方法 ，LLM 就可以從一個只會花言巧語的清談家，變成一個真的有憑有據的專家。RAG 的工作流程其實主要就兩步。第一步叫檢索，當你問一個問題，系統會先衝到外部的向量資料庫裡面，去找跟這個問題最相關的那幾筆資料。第二步是增強與生成，系統會把剛剛找到的資料，連同你原本的問題一起打包丟給 LLM。讓它根據這些最新的、準確的資訊來生成最終的答案。整個 RAG 的魔法，還有我們接下來要深究的瓶頸，其實都發生在第一步，也就是這個檢索的環節。我們繼續聊下去。為了讓 RAG 的第一步這個檢索動作能夠快到幾乎是即時反應，目前最主流的做法是把整個向量資料庫的索引，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本為了快速查找而建立的超詳細地圖或目錄，全部都載入到伺服器裡面最快的那種記憶體裡。而這個最快的記憶體，就是我們電腦裡都有的 DRAM 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好，這就產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衝突。DRAM 的優點是速度快到不行，但缺點就是它非常貴。而且單條的容量其實很小，相比之下 ，SSC 固態硬碟雖然速度慢一點，但價格親民多了，容量又大得多。問題就來了，當企業導入的資料量越來越大，那個向量資料庫的索引也跟着爆炸性成長，動不动就需要好幾 TB 的空間。但是，一台伺服器能插的 DRAM 容量是有限的，那個成本更是天文數字。
這就是所謂的 DRAM 高牆，一個限制 AI 應用規模化的物理極限。面對這堵高牆啊，業界當然也想了一些折中的辦法啦。第一階段最直接叫 HSNW， 一種分層式的搜尋演算法，簡單說就是把所有索引都硬塞在 DRAM 裡，追求極致的速度，但這當然也是最快撞牆的做法。第二階段就用壓縮技術，像是一種叫做 PQ 的產品量化技術，把索引的體積縮小，試圖塞進有限的 DRAM， 但這樣做往往會犧牲搜尋的準確度。第三階段是混合式做法，像微軟提出的 DiskN， 一種為 SSD 設計的演算法，它把大部分的索引資料放在比較便宜的 SSD 上，只在 DRAM 裡保留一小部分核心資料。這確實能減少 DRAM 的用量，但本質上它只是延後了問題的發生，並沒有真的解決。因為只要你的資料繼續增加，索引規模還是會不斷長大。那麼，既然這些折中方案都沒辦法根本解決問題我們有沒有可能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思考？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過去所有的做法都遵循一個共同的邏輯，為了要計算，我們必須把資料從儲存裝置，也就是 SSD 搬到記憶體 DRAM， 再交給 CPU 處理。但是 Kiyosha 的 ASASQ 技術就提出了一個顛覆性的問題：為什麼一定是把資料拉向運算單元？我們能不能反過來做？這句話就完美總結了 ASASQ 的核心思想：與其將資料帶往運算，不如將運算帶往資料。ASASQ 到底做了什麼？它做的事情就是把過去必須在 CPU 和 DRAM 裡跑的那個超複雜的向量搜尋引擎，直接整合到 SSD 的控制器晶片裡面。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架構轉變。我們用一個比喻來理解會更清楚。傳統的 SSD 就像一個被動的倉庫，當廚師也就是 CPU 需要食材也就是資料時，他必須派人去倉庫把食材搬到廚房，也就是 DRAM， 才能開始料理。如果需要的食材太多，廚房一下就塞爆了，对吧？而 ASASQ 的做法是直接把這個倉庫本身升級成一個智慧資料中心，廚師只需要下一個指令，倉庫自己就能完成初步的篩選和處理，直接把最相關的那幾樣食材送到廚房。這麼一來，不僅繞過了那個又小又貴的廚房空間瓶頸，也大幅減輕了廚師的工作負擔。當然，架構講的再怎麼創新，最終還是要看實際的效能表現。接下來，我們就直接來看數據。數據是不會騙人的。我們來直接比較一下，傳統那種純靠 DRAM 的 HSNW 方案，跟 Kioxia 這種直接在 SSD 內部運算的 AISQ 技術。兩者之間到底差在哪裡？這個結果說真的非常驚人。在處理同樣規模的向量資料庫的時候，從純 DRAM 的 HNSW 方案換成 ASICQ 方案 ，DRAM 的使用量，你聽清楚是從60 GB 大幅降低到只有155 MB。你沒聽錯，是 Megabyte。這中間的差距將近400倍。這意味着，過去那些因為 DRAM 容量不夠而根本沒辦法處理的超大規模資料集，現在都變成可能了。好，我們來看更詳細的數據。DRAM 使用量，我們剛剛提過，從60 GB 降到155 MB， 這根本是不同維度的改善。但最關鍵的是，在效能和準確度這兩個核心指標上 ，AISAQ 幾乎沒有任何妥協。你看，在每秒查詢次數 QPS 這個代表速度的指標上，兩者都超過了12000次，代表反應速度同樣是頂尖水準。而在召回率 Recall Rate 這個代表搜尋準確度的指標上，兩者也都超過 96%， 幾乎沒有差別。簡單來說 ，AISAQ 在帶來巨大成本和容量優勢的同時，還維持了跟頂級 DRAM 方案幾乎完全相同的效能水準。這可以說是打破了過去效能跟成本之間那個不可兼得的鐵律。這樣的技術突破會帶來3個層面的具體商業影響。第一是 AI 民主化，它大幅降低了建高效能 RAG 系統的硬體門檻跟成本，讓中小企業、獨立開發者也能負擔得起過去只有大公司才玩得起的 AI 應用。第二是更高的伺服器密度，對雲端服務商來說，DRAM 用量大幅降低，就代表他們可以在同一台伺服器上服務更多的客戶，這直接提升了營運效率跟利潤。
第三是更快的服務啟動速度。過去每次重開機，系統都要花大把時間把龐大的索引檔從 SSD 讀到 DRAM 裡。現在因為運算直接在 SSD 內部完成，這個漫長的等待時間幾乎可以完全消除。好，我們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我們從 AI 應用的真正瓶頸，也就是記憶體出發，看到了業界主流的 RAG 方案是怎麼撞上 DRAM 的物理極限。我們也分析了各種折中方案的不足之處，最終看到了像 SRQ 這樣的技術是怎麼樣透過將運算帶往資料的全新架構思維，從根本上解決了這個擴充性的難題。這也給了我們一個更深層的啟示：真正的技術革命往往不是來自單一零組件的突破，而是來自於整個系統架構層級的創新。過去我們習慣把運算、記憶體、儲存看成3個獨立的零件，思考怎麼讓它們各自變得更快更大。但 AI Cycle 的成功證明了，未來的突破點在於我們如何重新思考這3者之間的關係跟協作方式。而且這不只是 AI 的事，在任何資料密集的領域，像是基因定序、金融高頻交易這種淨資料運算的架構，都可能帶來顛覆性的影響。所以最後我想留給大家一個思考題：當儲存裝置從一個只會被動存放資料的倉庫，轉型成一個能夠主動參與運算的智慧夥伴時，除了我們今天談到的向量搜尋，未來還有哪些全新的應用可能性會因此而被解鎖？這或許才是這項技術帶給我們最值得期待的未來。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第一，別再只盯着 GPU 了 ，AI 應用的真正瓶頸正從算力轉向記憶體。第二，我們現在常用的 RAG 技術正因為過度依賴昂貴的 DRAM 而撞上了一堵高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將運算帶往資料的 AISAQ 新架構，證明了我們可以同時擁有頂級效能和極低的成本。這也將徹底重新定義 AI 時代的儲存樣貌。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